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、微博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军情。今天虎妞洋洋来跟大家聊聊战斗机中的经典 F-16。说到 F-16， 在军迷圈中也算是家喻户晓的战斗机了。自诞生之日起，数十年来一直被封为轻型战斗机中的经典。其优异的机动性、良好的可靠性、高超的技术水平以及顶尖的机载武器和电子系统，都使之成为20世纪末期战斗机的标杆。其卓越的性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我国空军造成了较大的压力。在80年代的中美蜜月期，我国还一度想从美国引进 F-16、79这种侯版飞机，后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而不了了之。时间进入90年代，在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了100余架 F-16之后， F-16这种先进的3代机就成为了我空军的主要假想敌。奈何当时军中大多还是歼6、歼7还是主力，歼8还是宝贝，苏27还是传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空军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，甚至在民间更是掀起一股崇尚美国战机的风潮。一时间，上至电视节目，下至普通军迷，吹捧起来也就远远不止一个 F-16了。无论是 F-14、F-15还是 F-18塑料虫，好像哪个都能吊打中国战斗机。甚至传得满城风雨的1994年华南异常空情事件，更是让这些美粉无比仰慕美国空军的电子战能力，戏称我们空军的飞机上天之后，敌我识别系统被干扰，雷达六亲不认。在1996年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演习中，空军20余架苏27和数十架歼8、数百架歼7、歼6，在面对100余架 F-16和数十架 IDF 幻影2000作为假想敌时，可供选择的战术少之又少。当时的那种无奈，是我们现在这代军迷所无法想象的。还好，坚持自强不息的我们后来有了歼10。但自从1998年以 F-16作为假想敌研制的歼10成功首飞以来，这个飞机居然也遭到很多风言风语的攻击。例如，污蔑歼10的压抑设计和飞控系统是出自以色列幼师战机，技术上得到了法国达索公司的帮助等等。这些给我国自主装备找仿制原型的人，俗称找爹党，且国内国外都有很多。这些找爹党后来陆续给歼轰7找到美洲虎这个爹，给枭龙找到米格33这个爹，给歼8找到苏15这个爹，给歼20找到米格1.44这个爹，给 FC31居然找到了 F22、F35和 T50 3个爹。洋洋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脑洞啊！而事实上，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认为歼1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飞机。上世纪70年代，611所在研制歼9时开始尝试压抑布局，虽然后来歼9因为设计指标过高等问题下马，但为歼10的设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压抑布局对飞控系统要求较高，而歼10的服役也恰恰说明611所在这方面的长期投入得到了回报。2004年，歼10正式服役。从作战指标上看，歼10在各方面都足以抗衡东南某岛的 F-16AB。至此，我空军有了专制 F-16的猛龙，苏27终于可以腾出手来专注导弹洗地了。但是这时，装备着落后武器和航电系统的歼10还无法正面对抗美国自用的 F-16CD 型，时常被美粉奚落和嘲笑。2013年，歼10B 开始服役，通过对机头的改造换装了新型的相控阵雷达，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空气阻力，牺牲了高速性能，但对空探测能力有了显著提高。在雷达的支持下，国产新型中距离空导弹得以应用，由此具备了超视距攻击的能力，还能同时锁定多个目标进行攻击。进气道也调整为新型的 DSI 进气道，不仅外形更帅气，空重较歼10A 也有所下降。航电系统进行了极大提升，并配备了头盔显示器，号称3代机装上了4代航电。但是短短2年，最新的歼10C 又被曝光，内部系统再次升级。
据说航电系统超越整个侧卫家族，雷达还是南京某所的某项最新科研成果，已经达到了 F-22的水平，整体作战能力稳稳站在3代半战机的档次上。反观这几年的 F-16，随着中国歼10系列突飞猛进的发展， F-16的主人们坐不住了。中东狗大户购买了加装猴版 F-22雷达的 F-16EF Block 60，成为 F-16未来升级计划的标杆。而这项升级计划是由具备3个军购气质的某个小岛掏钱，在韩国、新加坡等国家的共同推动下进行的。新款升级型号即 F-16V， 主要升级的内容无非也就是航电系统、雷达系统和武器系统，并对老化的机体结构进行加固。值得称道的是啊，它的雷达是狗大户版 F-16EF 雷达的2次简化版，不仅价格不便宜，而且这个性能面对新款歼10将非常尴尬。要知道啊，现在连骁龙这种玩具都装上了有源相控阵雷达，在超视距空战下，雷达就是眼睛，可见 F-16V 这种改装货未来面对歼10C 也只是近视眼而已。这项计划一共为该岛改装144架 F-16，预计在2017年开始，2022年完成。2022年，我先数数啊，到时候我们能造出多少架歼20？本期军情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请打开微信搜索迷彩虎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与虎妞真人互动，还有往期精彩视频。不管你有什么疑问和建议，都可以和我交流。创作不易啊，别忘了点赞和打赏，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谢谢。